清奇丫头，今儿这么早又来挑好东西啦？丫头，昨日那白粥搭配酱香萝卜丝可真不赖。说来也怪，你以前也没怎么掌过勺，怎么突然间就做菜这么厉害了？你那个病秧子爹撑不了几天了，买药、吃喝拉拉都要钱。听大伯的，把餐馆抵押出去50两，够你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青姨，你爹他……娘，饭馆不能卖。大伯，区50两银子就想买下临街饭馆，打发叫花子呢。顾青衣，你别敬酒不吃罚酒。你爹欠我30两银子，白纸黑字写着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爹是左撇子，常前用左手写字，这借注上的字迹分明是用右手写的。大伯，这是你自己写的吧？而且这只是城东赵记纸铺今年新出的竹联纸，纸背有暗纹。我爹去年秋天就卧病在床了，请问大伯，他是怎么在今年的新纸上写下去年的欠条的？黄豆酱发酵时间够久，味道醇厚，能用。青姨，你会做饭？娘，从今天起，这饭馆我来管。嚯，什么味儿？这条街哪家铺子开张了？好像是老顾家那饭馆，不是关了好久了吗？管他呢，这味儿闻着就饿。客官进来坐，今天重新开张，这碗粥免费请您尝，不好吃不要钱，好吃您帮我吆喝2声。姑娘，这手艺，你们以前怎么不做这个？这粥配这菜，外头茶楼卖8文一套都有人买。你要只收3文，我天天来。成交。今天算开张大酬仪，各位叔伯吃好了，明天带朋友来，3文钱一套，管够。就凭这手艺，3文钱你亏了？不亏，回头客才是赚的。青衣，饭馆的事别逞强。爹，我没逞强，您安心养病，外撇的事交给我。姐，你今天好厉害。你姐一直厉害，不过是以前藏着掖着罢了。去洗手，剩的粥热一热，你们也吃。青姨，今天送出去5、6碗粥，米缸就见底了。明天一早我去城南王记粮铺赊账。王掌柜的闺女下个月出嫁，她正满城找酒席的厨子，我拿手艺换粮食，她不亏。你怎么知道王掌柜闺女要出嫁？今天那个卖布的大婶说的，她给王家送了3匹红绸。王掌柜闺女半年前已经定过亲，如今买红绸只能是成亲了。王掌柜，你是？城西顾家饭馆顾老二的大丫头顾青怡，跟您谈笔买卖。这个价比城里酒楼便宜30%。食材我自己采买，省了中间商抽折，您只出料钱，我的工钱不要银子折成粮食，白米3袋，粗面2袋，黄豆1袋，菜籽油1坛。什么买卖？听说令千金下月出阁，酒席的厨子还没定，我想接20桌以内的席面、冷碟、热菜、汤品、点心，1条龙我全包。呵呵，口气不小。你一个小姑娘做过席面啊？姑娘，买卖不是嘴上说的，手艺行不行，我总得验一验。行，明天午时我做3道菜送来，您尝完再决定。那就明天。王掌柜，我今天先赊5斤米，记账上。席面谈成了，从工钱里扣；谈不成，3天内现银还您。这丫头说话办事有板有眼的，不像个17、18岁的姑娘。老刘，称5斤米。姐，我来。嚯，这么大一袋！哥，你连5斤米都扛不动。我是没吃饱，
昨天那粥稀的能看到房顶上的瓦全是水。吵什么吵？帮我烧火去，等赚到了银子，咱们吃馒头。够买一副药了。娘，您下午去抓药，我看着店。青衣，辛苦你了。一家人不说这话。对了，娘，家里还有没有前年腌的酸菜？有，后院缸里还剩小半坛。太好了，明天的小菜有着落了。食材普通，但越普通越考验功夫。白菜大火爆炒，断生即起；豆腐两面焦黄不碎。蛋花羹蛋液入汤的手法决定成败。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明天怎么做菜。给谁做？给一个可能让咱们家吃上白米饭的人。白米饭？我干什么都行。姐，你说。先把那口大锅给我洗了，里外都要洗，不能有一点油星子。没问题。哟，光看着就有食欲。定了，就是它了。那顾姑娘，席面的事儿我们定了，粮食明天就让人送到你铺子去。多谢王掌柜，菜单您在过目，有什么忌口的提前告诉我。王掌柜，王掌柜，你可别被这丫头给蒙骗了。她从前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厨房都没进过。大伯，您这消息倒是灵通。我前脚刚出门，您后脚就跟来了，是怕我把饭馆卖了。您那30两借据，没处要去吗？王掌柜，他从小到大连灶房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别说做酒席，火都不会生。不信您问刘婆子。可不是嘛，前2年他爹让他熬个粥，险些把厨房烧嘞。整个西街谁不知道？要是真没手艺，一张嘴加3盘菜就想揽婚宴，到时候席面砸了，耽误闺女婚宴，我王家的脸往哪儿搁？你们胡说，我姐做的菜最好吃。王掌柜，他今天敢拿3道菜糊弄你，明天就敢拿一席馊饭烂菜砸你的场子，到时候把您闺女的婚事搅黄，您哭都没地方哭。大伯，刘大婶，你们说我从前不会做饭，我认。以前爹娘疼我，确实没让我下过厨房，可人总是会变的，不是吗？我爹病了，娘要操持家里，弟弟妹妹还小，我不学着撑起这个家，难道还指望大伯您发善心，把借走的30两银子还回来给我们抓药买米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借你们钱了？哦，那看来是我记错了。王掌柜，我大伯说的是实话，我以前确实不怎么会做饭。姐，但是手艺会不会是靠嘴说的。菜您已经品尝过了，醋溜白菜讲究火候，多1分则转烂，少1分则生涩。我那盘您尝了，是生是烂。那酱烧豆腐最怕形散，我那盘从出锅到端来一路颠簸，可有一块是碎的？那确实没有。我那蛋花羹入口即化，靠的是手腕的巧劲，没练过的一碗蛋液下去，只会是一锅疙瘩汤。这3道菜的功夫确实不是寻常人能做出来的。这丫头临危不乱，条理清晰，这份心性不一般。行了，你们的家务事儿回家吵去，别在我们铺子门口嚷嚷，耽误做生意。顾姑娘，你这手艺我们认了，席面的事儿就这么定。稍后你拟个详细的采买单子来，需要什么我们提前备好。多谢王掌柜信任，我明日就把单子送来。等等，王掌柜，你不能……我做什么决定，还用不着你来教。老刘，送客。好你个顾青怡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能得意到几时！姐，大伯太欺负人了，还有刘婆子那个长舌妇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随他们说去。咱们把日子过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走，回家。今天中午给你做个好吃的。做什么？方才做豆腐羹，还余有一些边角料，姐给你们3鲜疙瘩汤。好耶！这米缸见底半年多，
总算有米了。娘，别哭了，好日子在后头呢。席面的菜单我列好了，有些干货调料得提前采买。城里哪家铺子的货好又便宜，您比我熟，这事儿得您出马。我行吗？您嫁到顾家20年，操指这个家迎来送访，谁家卖的干货实在，谁家价钱公道，您心里有数。这叫经验，是我比不了的。好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保证买回来的都是顶好的货。明远，过来帮忙。姐，做什么？帮我把面和了。和面，水一点一点加，边加边搅成棉絮状，再下手揉。记住要用力，揉光揉透。好香啊！姐，这做的啥？锅贴，要好吃，明天就摆出去卖。姐，你手也太快了。熟能生巧，以后天天包，你比我还快。洗手，吃饭。烫，好吃！姐，太好吃了！酸菜解腻，黄豆酱提鲜，作为平民小吃，够格了。行，就它了。明天早上，咱们饭馆添一样新品酸菜猪肉锅贴，1份6个，卖5文钱。老顾家丫头，你这手艺神了，比城里福满楼的点心还好吃。5文钱6个，还这么大个，值，太值了。欢迎光临。娘，您数。582文，一天就赚了这么多。这只是开始。娘，明天再去趟肉铺，多买点肉。另外，咱们得添几套新碗筷了。青衣丫头，你这锅切能不能多做点？我都排半个时辰了，前面还有7、8个人。张大叔，现包现煎才好吃，您再等等，下一锅马上好。供不应求反而是最好的宣传，不过人手确实是个问题。就是这家，大家快来看，这家黑心饭馆用的都是烂菜叶子、臭猪肉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锅贴怎么可能卖这么便宜？原来用的都是下脚料，吃了怕不是要拉肚子哦！胡说，我姐才不会。急什么？让他说。乡亲们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见不得侄女坑害街坊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他家后院垃圾堆里翻出来的。大伯，您这戏演得不错，就是道具假了点。大叔，您闻闻，这是什么味儿？怎么是股酒味儿？没错，这不是烂菜叶，是我前几天做醋溜白菜剩的白菜帮子，我拿来泡了菜根酒，给我爹擦身活血用的。大伯眼神不好，把泡酒的菜帮子当烂菜，我可以理解。至于这个骨头都风干了，一看就是路边扔了好几个月的陈年旧骨。我们家泔水缸每天清得干干净净，小鱼都能在里面照镜子，哪来这种东西？对，我家的缸最干净了。你强词夺理！我是不是强词夺理？大家心里有杆秤。各位叔伯婶子，我顾青怡今天把话放这儿，我爹还病着，我有弟弟妹妹要养，我指着这家饭馆活命，我比谁都看重他的名声。我可以用我爹的性命发誓，我们饭馆用的每一粒米、每一片菜叶、每一块肉，都是我娘亲自采买，绝对新鲜干净。谁要是不信，后厨的门随时开着，欢迎随时检查。好，丫头，我们信你。就是，顾大强的为人谁不知道？准是看人家生意好，眼红了。散了散了，别听他瞎咧咧，我还等着吃锅贴呢。大伯，您是长辈，我不跟您计较。您要是饿了，
就坐下吃碗锅贴。要是不饿，请回吧，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谁稀罕你的破东西！青莹，拿扫帚来扫干净，别让碎瓷片伤了客人的脚。母亲终于支棱起来了。明远，过来。40斤猪肉，那得多少红烧肉啊！别惦记吃，听我安排。娘去城北李屠户那里订肉，你跟着帮忙搬。我去东市买干货和调料。走吧，趁早市还没散。姐，中午吃什么？你要是把肉搬回来，中午给你卤个猪蹄。走了走了，娘您快点儿。顾家丫头，买这么多是要办大事儿啊？给人做席面。哟，出息了！你那锅艇我吃过，绝了。哟，这不是顾家丫头吗？买东西啊？老板，八角2斤，桂皮1斤，花椒半斤，酱油5壶。王掌柜，方才说的那些全要了。八角3斤，桂皮2斤，花椒1斤，酱油，你有多少？刘大姐，我这小铺子八角统共就剩3斤出头，桂皮也就1斤半。刘大婶，您家是要开酱料铺了？我自家腌咸菜用的。腌咸菜用3斤八角。大婶，您是腌咸菜还是开药铺？想爱买多少买多少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王老板，这批货我3天前就跟您打过招呼了，您是忘了？对，顾姑娘，你确实来问过价，当时我说给你留着。您亲手写的货单，做生意讲究先来后到，您说是不是？刘大姐，这批货确实人家先定的，要不您等过2天？怎么样？没拦住，那死丫头早留了后手，提前跟铺子订了货。废物，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！你以为容易呀？我连脸都丢尽了，这事儿我不干了，你另找别人。爹，青姨，你别忙了，过来坐坐。我忙的就是让您能安心坐着。要吃了？吃了，你娘盯着呢，跑不掉。爹每次都想偷偷把药倒了，被我发现了3次。叛徒！药苦也得喝。您再养半个月，等能下地了，我教您掌勺，以后爹当大厨，我当掌柜。你这丫头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哄人了？我一直这么会，只是以前没机会表演。外面的事还顺利吗？你大伯能怎样？他来1次我怼1次，来2次我怼2次。他要是有本事来100份，我就有本事让他灰头土脸100次。你这孩子，你也别把人逼太狠。他再不是东西，到底是你爹的亲哥。爹，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亲哥会在弟弟病重的时候拿假借据来抢家产。姐，你说的猪蹄，李屠户的肉不错，膘不厚，肥瘦相间，做红烧正好。订肉的时候出了点岔子，有人比咱早半个时辰去过，要把李屠户明后天的猪肉全包了。幸亏出价太低没谈成。让我猜猜，矮胖，左脸有颗黑痣。你怎么知道？赵六，大伯手下跑腿的，他铁了心要搅黄席面。那怎么办？鸡鸭鱼还没买，他要是都去劫不了。娘，明天你换条路线，鸡鸭去城南张教炮家，他自己养的，外人不知道。鱼直接去找老周头，他每天清早下网，新鲜的很。鸡蛋找孙大娘，他家10几只母鸡攒了不少。你怎么知道这些门路？这些天卖锅贴，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，我跟他们聊天又不是白聊的。谁家养鸡，谁家有鱼塘，谁家种了什么菜，我心里都记着呢。做生意不光靠手艺，人脉和信息一样要紧。大伯能结正规铺面的货，他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把人家后院的贼鸭都买了吧？那他得掏多少银子？好几两？对，他舍不得，他只会用最小的成本使最大的坏。咱们把路子走宽了，他堵不住。姐姐，我听见了，我很会说好话的。上次我夸孙大娘年轻漂亮，她多给了我2个鸡蛋。姐，
这个笋丝要切多细？比你头发粗，比你小指头细。这标准也太模糊了吧！照着筷子粗细来，少废话，多干活。对了，姐，那个蛋花羹为什么你做的就好喝，我打的蛋花就一坨一坨的？因为你当夜的时候跟倒洗脚水一样，哗啦一盆全灌进去了。我什么时候？哥又把笋丝切粗了。你闭嘴！哥的脸红了。顾小鱼，你再多嘴，我把你塞进泡菜坛子里腌了。哥，你塞不进去，你连5斤米都扛不动。那是上个月的事儿，我现在能扛10斤了。哇，进步好大哦！20桌，每桌10人，凉菜6道，热菜8船，汤2道，主食3样，点心4种。娘，席面那天您帮我打下手，负责切配和摆盘，明远负责端菜、传菜和造火，小鱼，我负责什么？你负责可爱。好的。以及看好门口，别让闲杂人等进后厨。包在我身上，谁敢进来我就咬他。别咬，脏，你大声喊就行。万事俱备，就等后天了。顾姑娘辛苦了，东西我都让人备好了，你看看还差什么？齐了，王夫人放心，5时准时开席，误不了事儿。对了，有件事儿，昨天有人来找我家老王，我说是什么石安堂的，要检查今天席面的食材。我家老王把人轰走了，但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王夫人放心，这事我心里有数。今天不管谁来闹，都不会耽误您家的喜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又是你大伯，十有八九。不管他，先干活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娘，先把凉菜的料切了，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粉皮、卤豆干，按我昨天写的顺序来。明远到，灶火烧起来，3口灶全点上，大火，然后帮我把猪肉从盐水里捞出来控干。是。小鱼到，你坐门口，谁来了先拦住，不是王家客人不许进。要是硬闯呢？硬闯你就尖叫。我叫的可响了，上次集市走丢，隔2条街我娘都听见了。够用了，去吧。青衣，你娘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谁切肉能切出这种水平。站住！你谁啊？这里是后厨。小丫头，让开，我是来检查的。检查什么？你又不是衙门的人。我是石安堂的。你小孩子别挡道！你推我！你竟然推小孩子！二位有什么事？我是石安堂巡查员，例行检查宴席食材，请配合。例行检查？咱们清河县什么时候多了个石安堂？我们是新设的。哪个衙门批的？文书呢？印章呢？文书在办事处放着。没有官府文书，我这后厨您进不了。明远，去前厅找王掌柜。松开！你松开！你推了我，你得道歉。我道歉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不行，你得跟我说3遍。走了走了。姐，我厉害吧？厉害，回去奖励你1个红豆包。2个？行，2个。你大伯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能用的也就这些了。走，继续干。娘，第3轮的汤可以起锅了。好嘞。姐，前头那些客人夸你呢。这红烧肉绝了，入口即化。这鱼蒸的老道，火候1分不差。王掌柜，你从哪儿请的厨子？比城里酒楼都强。哎呦，肚子疼，疼死我了！这菜有问题啊！王掌柜，你家席面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用了死猪肉？大家别吃了，都有毒。这位兄弟，咱这肉都是今早刚杀的。你哪道菜吃坏的？就这个红烧肉，吃了几块？2块。什么时候吃的？就刚才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演戏也不做全套。这位大哥，你说肚子疼的冒冷汗，可你额头干爽，连滴汗都没有。真要吃坏了肚子，是绞痛，人会蜷缩成一团。你呢，捂着肚子打滚，手却松垮垮搭在衣服上，生怕压坏了里头的垫子吧。我就是疼得没力气了。明远，
去后厨把那碗生大黄汤端来。生大黄汤那玩意儿喝下去能拉3天3夜。不用了，我突然觉得好多了。好多了。刚才不是还疼得要死要活？好你个泼皮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吧？滚出去！顾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。王掌柜客气了。树大招风，菜快上齐了，您去前头招呼吧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真吃出毛病了。娘，每道菜出锅我都留了样品。青姨真是长大了。顾姑娘，这是说好的工钱。王掌柜大方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一定一定。这一仗打得漂亮。姐娘，快看，咱家门口。这是孙大年家的。上次我去他家看他装铜钱用的就是这个袋子。青衣丫头回来了。张大叔，你孙大娘让我带个话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都是邻里邻居的。行了，我豆腐还没抹完，回了啊。这就是人情，你来我往，比什么都实在。小鱼，把门关好。5两银子，青姨娘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娘，以后会更多的，这钱您收着，家里的开销，爹的药也该换成更好的了。够了，这能买多少药啊？姐，那咱们能天天吃猪蹄了吗？哥，你再吃就真成猪了。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在长身体。天天吃你也不怕腻得慌。不过明天让娘买2只给你解馋。好耶！娘，明远，钱赚到了，名声也打出去了，咱们现在靠白粥和锅贴，一天撑死几百文，发不了家。是这个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咱们得加新菜，加一道能镇住场子，像福满楼的佛跳墙那样？佛跳墙做不起，咱招牌菜得满足3个条件：第一，食材不能太金贵，随处买得到；第二，做法独特，别人看了也学不走；第三，味道霸道，一吃就忘不掉。就做面。面不是普通的面。娘，您还记不记得爹以前爱吃的那口3合油？你是说菜籽油、猪油和香油加10几种香料一起熬的那锅油？对，爹说过，好面一半在面，一半在油。这能行吗？行不行？明天试了就知道。明远，明天一早去肉铺割3斤最好的五花肉，再要2根大骨棒。娘，您照这单子把香料买齐。姐，那我呢？你负责明天尝味道，告诉姐好不好吃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呦，怎么就歇业了呢？这大老远跑来，哎。姐，还要多久啊？快了。烧水。好啦，开饭。青衣，这简直……姐，比猪蹄还好吃。明天咱们饭馆的招牌就换成顾氏销魂面，油泼面10文一碗，臊子面15文，汤面12文。这么贵？不贵，好东西就得配好价。你说什么？王家的席面让一个丫头片子给抢了？是的，掌柜的，听说那丫头做的红烧肉比咱们楼里的还好。放屁！一个乡下丫头能翻出什么浪来？给我盯紧了城西那家破饭馆。青衣丫头，你这不卖粥和锅贴了？卖，还卖。不过从今天起，店里多了个新招牌。婶子，您尝尝，算我请的。丫头，你这面神了，不用你请。给我也来一碗油泼的，我要那个有肉的，15文的那个。这位客官，萝卜丝要不要续一碟？1文钱，开胃又解腻。来2碗面，你家的面，我家老爷尝了都说好，比福满楼的强多了。一上午功夫，光面就卖出40多碗，反了天了！一个黄毛丫头做的面，也敢跟我们福满楼比？掌柜的，许是客人夸大其词，
要不派人去尝尝？尝，当然要尝，让后厨的王师傅亲自去。不妙，光凭这香味儿就不是一般的手艺。老板，来一碗红烧臊子面。客官，您的面。这面太筋道了，分寸拿捏的炉火纯青，肉炖的软烂却不散。这油里到底加了多少种香料？这不是侥幸，这是真功夫。他家的面确实香。废物！让你去探情况，你倒给长他人志气。明天咱们也上新菜，就叫福满打卤面，价格比他便宜2文。可是掌柜的，那面的精髓在油里，那油的方子……方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福满楼的面吃着一股死猪味儿。跟顾家那销魂面一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便宜是便宜，可不好吃啊，还不如多花2文钱去城西吃呢。钱掌柜，您找我？听说你跟城西那家饭馆的丫头是亲戚？是我亲侄女。既然是亲戚，那有些事儿就好办了。我听说他那个爹病得快死了，全靠药吊着。我给你50两银子，你去想个办法，让他家断了药。事成之后，这张银票就是你的。干，这活我接了。不就是断个药吗？给顾家看病的老大夫，反正我认识。来喽，油泼面1碗，臊子面1碗。明远，你这跑堂的架势越来越有样了。那是，我以后说不定就是清河县的跑堂状元。顾青怡，你给我出来！孙大夫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坐。做什么做？我问你，你爹的药是不是没给他按时吃？这是我昨天才开的方子里的春贝，你当我眼瞎吗？哎呦，怎么能把药倒了呢？他爹病那么重。孙大夫，您别生气，这件事是我的错，我向您道歉。道歉有用吗？这病我不看了。孙大夫，您别走啊！您走了，我家老顾怎么办？哼，你们另用高明吧。这是怎么了？侄女儿怎么把孙大夫给气成这样？太巧了，孙大夫前脚到，他后脚就跟来，没鬼谁信？大伯，您消息真灵通。孙大夫消气，我侄女年轻不懂事儿，我兄弟的病还得您多费心。青姨啊，你看你爹得静养，不如把饭馆方子卖了。原来在这儿等着呢，为了个方子，连亲兄弟命都不顾。大伯，您这出戏演得真好，我都快信了，是吧，孙大夫？大伯，想买我的方子可以啊。真的？300两，1文不能少。你怎么不去抢？我这就是在抢啊！抢您这种人有什么不对吗？大伯，我劝您一句，我爹是我爹，生意是生意，您要是再敢拿我爹的病作为章，我会直接报官。好，说道，您是怎么买通大夫断我爹药的？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被买通了？告辞！好你个顾青怡，你给我等着！顾大强，钱掌柜这一次没得逞，下一次说不准。各位叔伯，让大家见笑了，家丑。丫头，不怪你。青姨，这可怎么办？孙大夫不给看了，你爹他……娘别急，大夫没了，咱们再请就是。城西没有，咱们就去城南。城南？听客人们说，城南济世堂有个白大夫，专治疑难杂症。钱是王八蛋，没了咱再赚。爹的命只有一条。好。顾大强就像闻着血腥味的野狗，千日防贼太累了，必须想个办法，一劳永逸。他的软肋，贪财好色好赌，对，赌桌上最容易让人倾家荡产，也最容易留下赖不掉的把柄。有人吗？看病。不，请大夫出诊。家父久病卧床，想请白大夫一步去给看看。你怎么知道我姓白？城南卖糖葫芦的李大爷说的。他说他那条老寒腿就是白大夫您几贴膏药治好的。进来吧，先说说病人的情况。你懂医理？不懂，只是照顾久了，听大夫们说的多了，自己瞎琢磨了些。这是家常做的，这是诊金，您先收着。走吧。底子亏得厉害，但还有的救。
我给换个方子，不出1个月，他就能下地了。白大夫，您真是神医呀！神医谈不上，我是大夫，治病救人是本分，出诊费用不了这么多。倒是你家姑娘，小年纪，临事不乱，有章有法，比很多大人都强。有风骨，有本事，还不贪财，这样的人值得深交。明远，交给你个事儿。姐，你说。从明天起，你去城西的快活林赌场给我盯个人。盯谁？咱大伯。盯他干嘛？姐，你不会想什么呢？你姐我是守法良民，你不用进去，就在门口巷子里记录他每天什么时候进去，什么时候出来。活动经费，饿了买包子吃，但记住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现你。保证完成任务。姐，你让哥去赌场干嘛？娘说那里不是好地方。是让你哥去办正事，自家人去盯招比找外人放心。那是不是以后大伯就不会来咱家捣乱了？对，以后他再也不会来了。姐，第一天大伯辰时3刻进去的，申时1刻出来，脸拉得跟长白山似的，把路边一条狗都踹飞了。第二天他跟一个尖嘴猴腮的瘦子一起进去的，出来时勾肩搭背，看着是赢了钱，他还去肉铺割了2两肉。第3天午时才去，不到1个时辰就出来了，走路都打晃，嘴里骂咧咧的。3天，赢了1天，输了2天，钱掌柜给的那50两，估计已经去了一半。时机差不多了。青衣丫头忙着呢。嗨，这不没事儿，路过和你说说话。你这生意真好啊，婶子看着都眼红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又来探听消息了。婶子，您不知道，看着风光，里头的难处只有自己清楚。怎么，还有什么难处？这不想接个大活吗？城东赵员外，您知道吧？他家老太下月过60大寿，要办寿宴，请我去做整30桌。30桌，光定金就给了20两。钱是多，可活也愁人。赵员外催得紧，我哪儿忙得过来？对了，婶子，您说这20两我到时候锁在后厨那个大木箱子里，上面再压几袋面粉，应该安全吧？是，安全，安全。那丫头你忙，我先走了啊。婶子慢走。青衣，你跟他说这些，万一……娘，鱼儿要上钩，总得有鱼饵才行。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明远，到。今晚别去盯梢了，你就睡在厨房，给我守着这箱子。姐，这箱子里有啥宝贝？有能让你以后天天吃上卤猪蹄的宝贝。没问题，别说1个贼，来10个也别想搬走。不用你跟人打，你只管装睡，记住，天塌下来也别出声。怎么这么沉？设套诓老子！官爷，就是这样。我家昨晚遭了贼，丢了一个木箱子，虽然里面没什么值钱东西，但那箱子是我爹留下的念想。您看，这是后院留下的脚印，又大又宽，一看就是个男人的。行，记下了。这片最近不太平，你们自己也多加小心。报官了，他竟然报官了！我要是现在冲上去，不就是自投罗网？走，回家。今天中午姐给你做红烧猪蹄。真的？姐，你说话算话。姐，你说咱们这分店是继续卖面，还是开发新品种？我看城东那些有钱人爱吃绿豆糕、荷花酥什么的。等你看完地方再做梦也不迟。哥，你别想了，就大伯那狗窝能开包子铺就不错了。你懂什么？那可是咱爹娘以前住的老宅，地段好着呢。这怎么住人啊？所以他才一门心思盯着咱家饭馆。墙体还算结实，房梁也没被虫蛀空。收拾收拾，再把屋顶的瓦换了，花不了多少钱。姐，这院子里的草都比我高了。草高了好，说明地肥。正好我缺块地。哟，这不是老顾家的人吗？顾大强那赌鬼把房子卖给你们了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
不过我可把丑话说前头，他欠我500文的酒钱，你们接了这房子，是不是也该一并还了？王大娘是吧？您说大伯欠您酒钱，可有借据？街坊邻里的要什么借据？我这儿记着呢。哦，那可不成，我们只认白纸黑字的文书。你要是拿不出借据，这钱我们还不了。再说，我们是买的房子，又不是替他还债的。您要钱，该去找他本人才是。往后修房子、开火堂，动静肯定小不了。您要是愿意和气做邻居，往后但凡我家做了好吃的，我保准让小鱼给您送一碗尝尝。您要是非得翻陈年旧账，那咱们就只能公事公办，凡事都讲证据。您看呢？哼，算你这丫头会说话。那酒钱的事儿，我就当喂了狗了。不过你们修房子可小点声，别吵着我老婆子睡午觉。这里辟出来做菜园子，种葱姜蒜和时令蔬菜，那边搭棚子晾晒干货。几间破屋，1间堂屋，2间卧室，最小的那间改成大厨房，专门熬制销魂油和研究新菜。你们这是乔迁新居？算是吧，盘了个旧院子，准备收拾出来自己住。地方不错，清静。这土瞧着也肥，种点东西应该长得不错。这是杀人的种子。你这院子向阳，土质也合适，可以是自己种。自己种出来的药性比外面买的好。多谢白大夫。对了，你那面味道不错，就是油大了些，老人和孩子还是少吃为好。油大了些。这就是你们仿出来的东西，除了咸还有什么味儿？跟猪食有什么区别？掌柜的，那丫头的油法子太邪门了，小人实在琢磨不透啊！废物，琢磨不透就不会想别的办法吗？他能买香料，你不能买吗？去把城里所有调料铺的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凡是他可能用到的，全给我买断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油，他那面馆还怎么开？掌柜的高啊！青姨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娘，出什么事了？慢说。调料铺的香料全没了，王记、李记，什么八角、桂皮、香叶全没了。全没了？那咱们的销魂油怎么办？是福满楼钱掌柜干的，他怎么能这样？这不是断咱们活路吗？姐，那怎么办？要不我去城南看，城南铺子多。没用的，他既然动手，就不会只盯着城东。清河县就这么大，我们跑断腿也抢不过他。那今天就只能关门了。青衣丫头，钱掌柜也太不是东西了，自己做不过就使下三滥招数，省着用，还能撑1天。那明天呢？2位大叔别急，今天的面照常卖，不管照常卖，今天吃面的我还多送1份小菜。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明天到底怎么办？真要关门吗？关门？我辛苦打下来的江山，凭什么他说关就关？可咱们没油了。谁说没油了？这什么时候？从我决定做销魂面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准备了。我爹说过，做厨子的不能让食材牵着鼻子走。销魂油是咱们的命脉，我怎么可能把这条命交到别人手里？那片荒地就是咱们的活路。他钱掌柜能买断城里的香料，他还能买断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不成？姐，你想自己种？对，我们自己种。从明天起，饭馆白天歇业，只做晚上的生意。白天全家总动员去开荒。是种地我们不会呀，而且等种出来，那得猴年马月了。不会可以学，至于时间，我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快一些。姐，这地怎么这么硬啊？那是你没用力。行了，都歇会儿吧。光靠咱们自己不行，得找帮手。哟，城里大厨改当农夫了，地里刨食的活儿可不比你颠大熟轻松。王大娘说的是，我们哪干得了这个？正愁呢，这是今早刚出锅的贴饼子，还热乎着，您尝尝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说吧，打什么鬼主意？就想跟您打听，附近有没有擅长种地基的老把式，能来帮我们指点指点，工钱好说，绝不亏待。人嘛，倒是有个。这事儿成了，以后您每天的早饭我包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成，你等着。姐，你还真信他？他贪小便宜，但人不坏，给足好处，他比谁都靠得住。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做。是好土，就是荒得太久，地气板结了，要下大力气深翻，混上草木灰和河泥，养上10天半月，
才能种。赵大叔，您是行家，我们这情况你也看见了，想请您来规整这块地，教我们这些门外汉，工钱1天30文，管2顿饭，您看成吗？姑娘，我这腿脚不便，重活怕是干不了多少。没让您干重活，您是总指挥，负责动嘴就行，力气活由我们。成，那我就是。赵爷爷，喝茶。青衣丫头，你家今儿中午吃的啥？这香味儿都飘到我锅里去了。家常便饭，您不嫌弃就垫肚子。还是你们家日子过得好，不像我姑老婆子，想吃口热乎的都难。对了，我今天上街，听人说福满楼的钱掌柜又在琢磨对付你们，说是买不到方子，就准备从你们家的人下手。我听得不太亲切，好像是说你那弟弟不是每天都去学堂吗？路上不太平。他敢！青姨，这可怎么办？明远他……别怕，钱掌柜，你真的王大娘的逆鳞。多谢您告知，这点钱您拿去买点零嘴，以后再听到什么风声，还请多提点。瞧你这孩子，咱们是邻居，互相照应是应该的。姐，我不怕，他要是敢找人堵我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你那小身板够人家一拳头的吗？从明天起，你不用去学堂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先生说明年就考童生了，我现在不去，功课跟不上怎么办？命只有一条，在家正好帮着这番地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让你体验什么叫粒粒皆辛苦，省得以后成书呆子。被动防守终究不是办法。钱掌柜就像一条毒蛇，不打死他，他就会一直盯着你，总有一天会咬你一口。必须主动出击！我要办一场宴席，不为赚钱，只为扬名，一场能让全青深县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趋之若鹜的宴席。我要把顾家饭馆4个字变成一块谁也不敢轻易撼动的金字招牌。我要让钱掌柜知道，有些人是他惹不起的。白大夫，我想向您打听个人。谁？县里的主簿方大人。我听说方大人是位有名的饕客，对吃之一道颇有研究。方主簿确实爱吃，为人清廉，口碑不错。不过他轻易不赴外面的宴席。那如果是为了品鉴一道前所未有的新菜呢？一道能让他吃过之后连福满楼的佛跳墙无味的菜。口气不小。什么菜？佛跳墙听着富贵，不过是山珍海味的堆砌，吃的是食材本味，对厨子功力要求并不算顶尖。我要做的这道菜名叫开水白菜。开水白菜？越是简单的名字，背后藏的功夫才越惊人。这道菜的精髓不在白菜，在开水。我要用老母鸡、老母鸭、金华火腿、干贝、猪肘吊一锅至清至纯的顶汤，反复扫汤，直到清澈见底，状若开水，却蕴含所有食材的精华。再用这开水去浇烫只取了最嫩菜心的白菜。你有几成把握请东方主簿？我没有把握，所以需要您帮忙。我想借您的名义给方助伟送一张请帖，就说您发现了一道有益秋日养生的新菜，想请他一同品鉴。好，这个忙我帮。不过你最好别让我失望，菜要是砸了，我这张老脸可就没地方搁了。您放心，3天之后就在心愿之中，我以顾家招牌为担保，必让方大人不虚此行。白大夫，稀客呀！可是府上谁身子不爽哩？托您的福，都好。今日是为一道菜来的。一道菜？白大夫为人孤高，从不与人谈吃喝之事。今天竟为一道菜亲自出面，这菜背后怕是真有大名堂。顾家新宅，不就是那个做出销魂面的小饭馆吗？有意思，当真有意思。娘，这几样东西务必买到最好的。老母鸡要养足3年的，鸡油金黄；老母鸭要湖里散养的，肉紧膘薄；猪肘子要带皮厚肘；清华火腿要中断淡晒的，不是那种咸得发苦的货色。青衣，光这火腿怕就要2-3两银子了。钱不用愁，这一仗咱们许胜不许败，只要把方主簿的胃伺候好了，
咱们家在清河县，就没人敢轻易动了。姐，那我干嘛？你负责去河边给我捞2斤活蹦乱跳的河虾，再买1条斤半的活鲫鱼。要这些干嘛？不是做开水白菜吗？汤要清，须得扫汤。鸡肉蓉、猪肉蓉扫一遍视为初扫，只能去其油；虾蓉、鱼蓉视为再扫，才能去尽杂质，让汤清如水。懂了吗，小吃师？懂了，就是这些好东西，最后都得扔了，一口都吃不着呗。你要是想尝尝满是杂质的肉渣，我不拦你。作孽呀，真是作孽！接下来便是最关键的一步，扫汤。初扫完毕，接下来姐，这就成了。成了，鲜温润醇厚，层层递进，仿佛将山川湖海的精华都浓缩在了这一口之中。万事俱备，只待客来。请问这里是顾家新宅吗？我家大人应白大夫之约前来赴宴。是，快请进。方大人，好巧啊，您也来这儿。大人，我听说您今日要来品鉴新菜，我们福满楼新出了一道蟹粉狮子头，用的是秋日里最肥的河蟹，特意给您送来尝尝鲜，给顾小姐的宴席助兴。来砸场子的。既然钱掌柜有心，那就一起吧，人多也热闹些。就这，萝卜和番茄，等我那道蟹粉狮子脑端上来，这2盘村姑小菜可就太寒酸了。爽脆，极致的爽脆。好，以简驭繁，返璞归真。顾姑娘，你这2道小菜看似简单，却足见功力。顾姑娘，你这道菜可真是清心寡欲啊！莫不是怕我们几位血脂太高，特意做了这清水煮白菜来给我们刮油？汤要趁热喝。初闻是鸡鸭的鲜，细品是火腿的咸香，再回味，竟还有一丝海味的甘甜，几种味道完美融合，和谐如天成。鲜，从未体验过的鲜，不像肉汤那般浓烈，却比肉汤更醇厚；不像鱼汤那般清淡，却比鱼汤更隽永。汤清如水，鲜醇回甘，看似无味，实则至味。好一个开水白菜，好一个顾家饭馆。顾姑娘，你这道菜已经不是单纯的菜了，这是道，化繁为简，返璞归真的大道。此汤温而不燥，补而不腻，却有食补养生之功。完了，全完了。钱掌柜，不尝吗？尝尝福满楼的招牌菜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败。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腻。梅姐，你做的红烧肉好吃。油太多了。顾姑娘，你这饭馆我投了，这是我的腰牌，以后谁要是敢在你这儿捣乱，你拿着它直接去衙门找我。另外，过几日县太爷要为新来的知州大人接风洗尘，这宴席就交给你来办了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再尝尝这白菜。绝了！娘，哭什么？这是大喜事。是喜事啊！姐，那县太爷的宴席，咱们做什么菜啊？还做绝世佳肴吗？做，但不能只做这个，咱们得弄点儿让他们所有人都没见过的东西。2位差爷，这是……清河第一鲜，顾老板真出息了。我们得招人了。青姨，咱们这店核心就是那锅销魂油的方子，招了外人，万一……娘，您的担心我懂，所以招的人不进后厨。我打算招2个跑堂伙计，再招1个洗碗打杂的，这样明远能解放出来，帮您在后厨打下手，您也能轻松些。那
得找靠谱的。这事儿我来想办法。端水应征测试，淘汰。我们店里的规矩，丑话说在前面。第一，手脚要干净，不该拿的1文钱都不能拿。第二，嘴巴要严，店里的事出去不许多嘴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后厨种地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踏进去半步。犯了规矩，直接送官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姑娘放心，我们一定守规矩。清河县依水而建，最不缺的就是河鲜，但寻常做法无非清蒸红烧，去不尽土腥味。我要做的是把最寻常的食材做出不寻常的味道。这些菜在这个时代闻所未闻。掌柜的，那顾家饭馆现在越来越火了，听说县太爷都把给知州大人接风的宴席交给他办了。他不是招了新伙计吗？去，给我查那2人的底细。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。掌柜，您找我。别怕，在顾家饭馆干的还习惯？习惯。1个月1两银子，辛苦了点吧？我给你个发财的机会，帮我办成一件事儿，这银票就是你的。您说？很简单，我不要他的方子，我只要你在他给知州大人办宴席那天，往他的汤里加点东西，扒豆粉，死不了人就让人拉几天肚子。你想，知州大人和县太爷集体闹肚子，这后果他顾青鱼担得起吗？干！